大家好，我是住在东京的方怪。这一期我们来说一下资格外活动许可。这个前面已经提过很多次了，但是呢，并没有着重讲过，所以这一期我们来主要着重讲一下这个资格外活动许可。什么是资格外活动许可呢？一般是指的是持有就劳或者留学等在留资格的外国人，想要从事在留资格以外的活动，比如兼职或者其他伴随着收入的活动的时候，需要进行申请。而这个申请就是需要得到这个许可，也就是这个资格外活动许可。正常来说，留学签证和家族自在签证这些在原则上是不能够从事兼职的，也就是不能够从事有关于经济活动相关的一些活动。但是呢，如果你想要从事的话，就需要通过这个申请去得到这个许可来进行从事兼职。还有另外就是就劳签证，就劳签证呢是不能够从事持有资格以外的活动。比如你是从事 IT 行业的，那么你的签证应该是技术、人文知识和国际业务，也就是你从事的工作应该是这个范围内的。你想要从事这个范围外的工作的话，你就要去申请这个资格外活动许可。如果你没有申请，那么你就是非法的。除非等到你以后变成永驻或者是日本的国籍的时候，那么你就是没有限制。也就是在你没有变成永驻或者日本国籍之前，你从事的在你在有资格以外的活动，其实上都是属于违法的。只有你得到这种在资格外活动许可的时候，你才算合法。申请方式呢，主要两种，一种是在线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在线申请呢，这个内容主要有点长，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会涉及到一个名词，也就是个人番号卡。个人番号卡的内容呢有点长，我也准备等个人番号卡讲完以后再来讲这个在线申请。关于线下申请的话呢，一般是和签证递交的时候一起申请的。也就是你在第一次来日本之前，特别是留学生的时候，一般中介会问你，你需不需要在日本打工的？如果你需要的话，他会把那个申请书一起发给你，你填写了再交给他们，再进行一起申请的。另外一种是你来日本以后，发现你想要去打工，那么这个时候再进行单独的申请。而我们这一期主要讲的就是这个单独的申请。之所以说单独申请和一起申请有什么区别呢？其实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在那个第一次申请的时候，你的材料实际上已经交上去了，这些材料是重合的，只是多了一个申请书。如果你是单独申请的话，你需要把一些额外的材料一起提交上去。所以说，这就是着重要讲这个单独申请的原因。申请材料呢，这里主要是一那个申请书，二是活动内容明确书，三是在留卡，四是护照或者在留资格证明书。这几个是肯定要的。如果你的护照或者在留证明书没有的话，那么你就需要提供这个理由书。如果理由书也没有的话，那你需要提供能够证明身份的文书。也就是后面的两个都是建立在你护照或者说是那个在留资格没有的情况下。活动内容明确书的话呢，这里主要着重讲的是留学生，因为就劳签证或者说家庭的话，只是提供另外一些额外的证明就行了。但是留学生的话，提供的证明是有点多的，比如说在读证明、留学证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兼职所在处的一些证明。这个兼职所在处呢，一般是续签的时候才有的，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一直在这个地方工作，然后你的签证是7月份到期，然后你需要提交一个证明，那个证明上面的话，就是你在申请书上，它会有一个地方填写说你在什么地方上班，然后这样子一个证明，一般是需要店长进行签字的。也就是说，这个证明就是那个兼职所在处的证明，实际上和那个申请书是在一起的，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填写的时候就填写就可以了。而如果你来日本之后一直没有做兼职的话，那你就不需要提供这个兼职所在处的证明。处理时间的话呢，一般是2周到2个月，也就是2周到2个月之内可以给你下达这个许可。所谓的这个许可呢，大家可能会以为是一个单独的一个证件，实际上并不是的，它是在你在留卡的背面盖上一个章，以及在你的护照那个签证的那一页给你贴上一个资格外活动许可的一个证明。具体的样子呢，大家看这个图，然后左边的是在留卡，右边的是护照上面贴的那个资格外活动许可的一个样本。左边的这个呢是下面这个章，它上面会写的有一个许可，
原则内是28小时以内，以及风俗行业等除外的这个一个印章。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印章是你自己刻一个盖上去就可以了，实际上并不是的。因为那个在日本，你工作的时候，你在工作的地点，他们会进行查，看你这个在留卡有没有这个，而你得到的收入实际上都是可以通过那个在留卡来进行统一核查的。也就是说，你自己盖上去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你只需要的是你提交申请以后得到这个章才有效果。注意事项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工作时间不能超过28小时，这个主要的指的是正常的1周之内28小时，而放假的时间，也就是你小长假或者是说大长假的时候，也是可以1周40个小时的。然后什么叫小长假呢？小长假指的是，比如说像过年的时候，日本正月的呢是1月1号前1个星期和1月1号后1个星期，它是作为一个小长假，也就这段时间之内你是可以上1周40个小时的。但是呢，如果你是那个正常的时间，比如说有一些长假，比如说像那个红日子，比如说上周是周4是红日子，然后到这周的周2是红日子，那么中间它是有一段时间是并不是红日子，对吧？但是这个它并不能算作那个休假时间，因为这段期间之内的话，它是属于正常的上课时间，而不属于放假时间，这样大家要记住。有关于日本放假怎么算，这个我们到时候再单独做一期给大家讲解一下。因为日本在休假方面一般是多休，而不是给你调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1周28小时是如何计算的。首先是第一周，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是26个小时没有超。第二周这里也是26个小时没有超。当然，这里指的是我们正常时间来算的，也就是如果我们是按照真实时间来算的话，也就是像这里的4号到10号，也就是从星期4到星期3，星期4到这个星期3，你是上了31个小时，这里是属于超时工作的。这种情况下的话，你一定要记得你工作的地方反映一下。当然，一般的那个兼职的地方，他们都会注意到这个事情，而不会让你超时。如果说他们没有注意到或者忘记的话，你记得和他们讲一下，他们会给你出一些办法的，比如说帮你调下这周多上2个小时，或者下周那个少上一段时间，他们会帮你进行调节的，也会在那个你的工作的上面，就是你的工作时间上面会进行一些特殊安排，这个大家可以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安排就可以了。第二个注意事项呢是严禁在风俗行业以及他们相关的一些工作。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正常说的风俗行业，一般指的是博青歌、游戏中心、麻将馆、卡拉 OK、小酒馆等。这些地方呢是不允许去工作的，但是呢，和这些里面一些相关的工作你也是不允许的。比如说在厨房或者清洁的不直接接触的岗位，或者说是派发纸巾等间接性的工作也是禁止的。也就是说，你从事的这个兼职地方的主体只要是跟风俗行业有关，这些相关的工作都是被禁止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千万不要找工作的时候找到这样子的地方，因为有一些那个类似的行业，他们会忽悠留学生去工作，而造成留学生工作不当，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当然，合法的地方肯定不会雇佣你，如果是些非法的话，他们可能会雇佣你。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大家帮忙点赞和分享。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日本生活相关的经历和经验。如果大家有疑问或者想和其他论友一起交流，欢迎加入我的私人电报群。谢谢大家。